你知道吗？糖尿病控制不好，最后可能真的得截肢哦。一个小伤口竟然可能变成坏死性筋膜炎，整只脚保不住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在医院亲眼见过的真实情况。我曾经遇过一位病人王北北，平常热爱爬山，身体也一直很硬朗。可是几个月前，他突然很少出现。我看到他时，发现他脚上包着厚厚的一层纱布，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沮丧。王贝贝告诉我，只是脚底破了一个小水泡，起初没在意，结果竟然演变成严重的感染，差点要截肢。那一刻真的很震惊，一个小水泡竟然差点让他失去一只脚。这就是糖尿病对脚的可怕伤害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，可能引发各种并发症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要聚焦在糖尿病或血糖高时，脚部可能出现的小变化。这些征兆常常被我们忽略，而演变成严重的疾病。希望能帮助大家更敏锐地察觉脚上的糖尿病信号。当发现异常时，能够及时就医，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麻烦。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糖尿病到底会对我们脚部产生什么样的伤害吧。首先，第一个我们要聊的警讯是足部异常干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明明每天都有擦乳液，脚还是很容易干燥、粗糙，甚至出现皲裂？不只是脚后跟，连脚趾指缝都可能干巴巴的，像是在抗议缺水一般。我有个朋友小李，他一直觉得自己脚很干燥，所以每天洗完澡都会擦乳液，但效果总是不尽理想。直到有一天做健康检查，发现他血糖偏高，医生才告诉他，这很可能是糖尿病造成的。这是因为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，身体为了排出过多的糖分，会增加排尿量，导致身体处于脱水的状态。身体呢会为了尽可能保留水分，就会减少排汗，皮肤自然的就会变得比较干燥。此外，糖尿病也可能影响控制汗腺的自律神经，特别是下半身的汗腺功能容易受到影响，使得脚部更不容易出汗而干燥。更特别的是，人类的脚底其实没有皮脂腺，无法像其他部位一样产生油脂保护皮肤，这个让脚部本来就容易干燥，如果加上脱水和神经问题导致排汗减少，干燥情况会更加严重。干燥皮肤保护力下降，就像裂开的土地一样，细菌更容易入侵，可能引发严重感染，甚至发展成足部溃疡或坏疽。所以，如果您发现脚部总是干燥脱皮，即使擦乳液也没有明显改善，这可能是一个身体的警讯，提醒您要注意血糖的信号哦。记得每天要检查并保湿您的双脚，选择滋润型的乳液。如果干燥情况严重，建议咨询医生的意见。第二个重要的警讯是足部伤口愈合缓慢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脚上不小心被蚊子叮了一下，或是磨破了一点皮，这些小伤口在一般情况下很快就会愈合。但如果您发现这些小小的伤口拖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愈合的迹象，甚至可能还红肿发炎，那就要特别留意了。一位陈奶奶有糖尿病好几年，有一次她在院子里被蚊子叮了一下脚踝，她就像平常一样抓了抓，结果没几天，那个小小的红点竟然开始化脓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范围越来越扩大，吓得她赶紧去看医生。医生说，这就是糖尿病影响伤口愈合的典型案例。当我们受伤时，
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，免疫细胞会迅速到达伤口处，清除细菌并愈合伤口。然而，当血糖过高时，这些免疫细胞的功能会受到影响，变得较为无力，无法有效清除细菌，导致伤口容易感染。局部的发炎会扩散，虽然糖尿病会影响全身伤口的愈合，但足部的情况更为明显，因为脚部容易干燥，血液循环较差，且有些人因为感觉迟钝，可能忽略小伤口，等发现时已经较为严重。因此，脚部的任何小伤口都不能掉以轻心。如果脚伤超过2周都没有愈合，并出现红肿、疼痛或有分泌物感染的征兆，应该尽快就医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谈第3个常见的警讯：足部麻木或感觉异常。很多人觉得脚偶尔会麻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但如果这种麻木感持续，而且伴随刺痛、灼热，甚至像触电一般的感觉，那就很可能是糖尿病发出的警告了。林先生是一位程式设计师，长时间久坐，他常跟我抱怨脚底总是麻麻的，晚上睡觉感觉有小虫在脚底爬，影响睡眠。他以为是坐太久造成的，但麻木感持续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改善。后来他检查后发现血糖控制很不好，医生就告诉他这些症状可能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早期征兆哦。糖尿病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，大约30%到40%的糖尿病患者会发生。它通常从离心脏最远的部位脚尖开始，然后向上发展。除了麻木和刺痛，有些人还会感觉到脚肿胀或对温度不敏感，甚至踩到汤物也感觉不到。这就像广告所说的卡麻喜被安怎造，你可能也经历过因为盘腿坐太久导致脚麻掉的情况。那种麻木的感觉通常活动一下就会消失，但糖尿病神经病变造成的麻木，即使没有压迫也会持续存在，而且通常是双脚同时都会发生。如果你出现类似的症状且未进行健康检查，千万不要忽视，应尽早咨询医生，确认是否为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。早期控制血糖有助于延缓病情的恶化。第4个容易被忽略的警讯是反复发作或难以治愈的足癣。足癣就是俗称香港脚，是由霉菌感染引起的常见皮肤病变，通常涂点药膏就能好转。但如果经常复发或用了药效果不彰，那可能是与血糖控制有关。一位李小姐一向受香港脚所困扰，尤其是夏天更严重。她试过了许多药膏，但总是好了一阵子又复发。后来她做了健康检查，发现血糖偏高，医生就告诉她，血糖偏高会影响免疫力，让她更容易感染霉菌，香港脚也会更难根治。研究显示，糖尿病患者感染香港脚，也就是足癣和灰指甲的几率比较高，这是因为糖尿病会使皮肤干燥，破坏保护屏障，让霉菌更容易入侵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难以抵抗感染。而且足部的霉菌感染可能会蔓延到指甲，变成难以处理的灰指甲。香港脚的症状不只局限于脚趾缝红肿、脱皮、发痒，有时候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脚底或脚后跟，使皮肤变得粗糙、干燥、皲裂。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干燥，继续擦乳液却没有效果。如果怀疑自己得了香港脚或灰指甲，别自行用药，应该寻求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诊断与治疗。最后，我们要来谈第5个警讯：频繁的脚抽筋。相信不少人都有过半夜睡到一半时，小腿突然抽痛的经历，这就是所谓的小腿抽筋。虽然小腿抽筋的原因很多，但研究发现，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。黄先生是一位糖尿病患者，最近总是抱怨晚上经常脚抽筋，
有时一个晚上会发生好几次，严重影响睡眠。后来检查发现，黄先生除了血糖偏高，还有电解质不平衡的问题。医生解释，糖尿病可能会影响身体的电解质平衡，进而增加脚抽筋的风险。医学上将脚抽筋称为肌肉痉挛。虽然目前关于糖尿病与脚抽筋之间的研究还不算非常的多，但有研究指出，糖尿病患者比非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脚抽筋。脚抽筋的原因可能和肌肉脱水、血液循环不良、电解质失衡有关。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可能导致脱水，影响血液循环，还可能影响电解质平衡，增加脚抽筋的风险。虽然这方面研究还在持续进行中，如果您最近出现频繁的脚抽筋，尤其是在刚被诊断出糖尿病后，建议要向医生反映，进行更全面的评估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糖尿病引起的足部问题还真是不少，而且一旦忽视，可能会变得相当的严重。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，糖尿病足部问题并非完全无法避免，就像我们定期保养爱车一样，只要我们用心照顾双脚，风险能大大降低。这边提供几个简单有效的足部护理建议。第一，时常检查双脚，养成每天检查双脚的习惯，注意是否有干燥、脱皮、裂痕、伤口、红肿、发炎、水泡、鸡眼或后茧等异常情况。第二，保持足部清洁，每天用温水轻柔清洗双脚，并彻底擦干，特别是脚趾缝隙处，保持完全的干燥。第三，滋润保护双脚，每天可以涂抹温和的乳液或护足霜，保持足部皮肤柔润，但要避免在脚趾缝之间涂抹，以免指缝潮湿，滋生细菌和霉菌。第四，选择合适的鞋袜，穿着透气、舒适、没有压迫的鞋子，搭配柔软吸汗的棉质袜子，并且要避免赤脚行走。第五，避免自行处理足部的问题，如果有鸡眼、后茧或指甲问题，避免自行处理，应该要寻求专业医疗人员的帮助。第六，稳定血糖是关键，将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是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相关并发症，包括足部问题的最根本方法。第七，定期接受检查，糖尿病患者应该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完整的足部检查，以早期发现可能的神经或血管问题。只要从日常生活开始注重保护，糖尿病足的问题是可以预防的。让我们一起照顾好自己的双脚，远离困扰。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糖尿病在足部可能发出的5个主要警讯，包含干燥脱皮、伤口难愈合、麻木刺痛、反复发作的足癣，以及频繁的抽筋。这些看似微小的症状，都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您，血糖可能出了问题，需要特别关注了。及早发现并积极控制血糖，对于预防或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至关重要。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，让小问题变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肾脏科髋关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